喜逢大运，闪耀山河。本节目由茅台1935冠名播出。那我就在前面开了啊。好。哎呀，咱也坐一下严老师的豪车。这不是豪车。哇哦！您平时常住哪儿？住在上海。上海对，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家好，我是刘擎，我现在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我自己的主要专业呢是西方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这次呢，我来参加《闪耀吧大运河》这个节目呢，开始是挺犹豫的。为什么呢？因为大运河整个沿岸涉及的水文、地质、历史文化我都不熟悉。但是呢，我在想，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人，有些是我认识的，我跟他们学习，所以这会带给我一个新的体验，非常期待。环游世界是摩托车，摩托车对。他们说严老师开车，我说他们是开摩托车吗？这个也会，那个更拉风。对。筹划了4年的摩旅，是从北极到南极。摩托车也是搭档，不骑着可以锁起来，它不会抛弃你。而且这个现在变成人设了。我到央视去开会，没给我留车位。我说为什么没有车？没，他说您不是开摩托车吗？我说不能干什么都开摩托车呀。大家好，我是阎鹤祥，相声演员。对于大运河来说，对我意义非常深，因为我出生就是在北京大运河，我就在这儿长大的，我就是在积水潭玩水长大的。京杭运河会通词嘛？哎，所以找你来开这个真是太对了，是可以说是运河之子了。这，所以我小时候就浸染在这个环境里。我祖父呢又是从事水利工作的，我觉得就几种原因，我觉得我跟大运河都是有里里外外、前前后后的缘分。我觉得我必须得来，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这车乍一看以为是阎鹤祥、刘洋、刘擎和呼兰那边刚比完就来参加呀。呼兰老师很喜欢您的段子，对，感谢教主的肯定。您平时怎么创作？我是段志强，我在复旦大学教历史。我觉得他就是那个行走的百科全书，学问担当是他。不是，回答我一下子就要被问住了，怎么办？其实我特别期待这旅行的过程当中啊，纠正我的一些认知，因为很多事儿呢，我是从书上看来的，你到这个地方实地一看，可能不见得是那么回事儿。我特别期待有这样的机会，叫什么？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地要来玩。严老板之前这车一直在上海。对，刘洋，你为什么叫他老板啊？就是取一行嘛。就是尊称叫严老板。其实一个买卖也不趁，还叫老板。所以我跟刘洋出去，人一听都很奇怪，一个管一个叫老板，一个管一个叫教主。这俩人可不得了，你也感觉不出来是谁养着谁，你知道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洋。猫感冒了，多喝牛奶；猫腿断了，多喝牛奶。电话一拿过去，我老婆快跑！各位看得出这个脸型很方，上镜前方，上了镜大大方方。我跟这个京杭大运河非常有渊源。你看我在杭州读书，然后在北京长大，所以这条运河可以连接着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2个城市。我来闪耀吧大运河这个节目呢，主要是有2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探寻一些新的景点，然后第2个就是熟悉的景点，探寻一些新的打开方式。所以这就是海了。我们现在是跨海大桥到宁波去，所以今天我们赶了半天，是算什么？跨海而来。对，我们这算跨海而来，也叫客从海上来。我们已经算宁波了吗？到了。对，已经是宁波了。对，我等一下得找这个左边方向应该有个小山哎，叫招宝山呐，招宝就是招财进宝的意思啊，是不是那座山？哎，对，我看那个地图应该就是那个。他这个神叫招宝七郎，他最好玩的是他的形象像那个招财猫就是一只手这样举起来啊
因为他在那个颍江出海口，所以之前呢来这里做生意的日本人呢。朝鲜人呢，他都经过这里，都要求他保佑。在日本都有他的神社。日本有一个这个佛教的宗派，他的寺庙里还都拿他当保护神。所以他是一个已经本来是宁波地方的一个神灵，结果成了人家，结果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成了一个国际文化输出了。这是个很好。所以你看，历史就是全球史。是，这就是段老师专业。喂，少卿兄啊，你在哪儿呢？现在？我在那个从鸭蛋山到白峰的这个船上面，我们主要是在那个东极岛上面有一个科考的项目，所以我是从海上过来的嘛。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的文少卿。像杨坚啊、李煜啊，包括唐僖宗，没有人能像我们建这么多皇帝的。我的研究方向呢，主要是分子考古。我希望能够通过跟这些不同研究方向的小伙伴们之间的碰撞，给我带来更多的灵感。我们三江口见。好嘞。好，拜拜。Hello， 我是马家辉，我基本上是个作家，我最爱也唯一懂的就是写作。我知道会探索大运河背后那么多的故事，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缘分。那在整趟我不称为旅行啊，我称为学习之旅。三江送别就是这里。谁找我啊？喂，马家辉。哎呀，家辉好，刘琴。Hello， 刘教授、刘老师，你好啊，你好。一会儿呢，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是运河和那个海上丝绸之路有个连接点，那个连接点有一块碑，我们到时候就在碑那儿见，好吗？好的。好，很期待。待会见哈，待会见。好，拜拜。拜拜。我好像跟马家辉老师10多年前是吗？一起吃过饭。他的那个普通话，是有一种，就是你听的时候会有一种上山翻坡的感觉，但是你会一直坚持，因为他说的内容。对，是的。他是哪里人？他是香港的，就是有那个广普。块碑啊，刘老师叫我要找一块碑啊，好像是个暗号，我觉得是。看到碑了，三江口这块碑。就是来到这个碑啊，要等刘琼还有其他老师，我们几个人要会合。Hello， 文老师是吧？我们初次见面。对。来。您好。来，欢迎来到我家，坐下。这是我家的后花园的凉亭。这边吗？您是宁波人？你听我声音像吗？为啥您会说这是您家呢？开玩笑，到处都是我家。这个回答好，这个回答很好。我们坐下吧。好的。还要等其他老师。好，要不您坐这儿。就是这儿。我们悄悄的，我悄悄蒙住他的眼睛。我们偷听一下。家辉好。马老师，对我坐上过去吧。少卿兄，马二号刘洋，文二号，我们正在听科学家讲如何复原呢？什么古人的 DNA 是吧？他要长得像科学家，没有，见到他就是科学家和人文是，他是化学科的。因为有些科学家长得不像科学家他不仅是科学家，而且长得也像科学家。家辉，你是讲的跨所有学科的。
等于什么都不是嘛？啊，人家骂我，不是。那咱们这团成了，咱起个名字吧，给咱们这团，咱们征集一下。什么男团？男团，咱们男团，咱叫什么男团？好像不太像。叫大运会。我还想叫有运在身团呢。有运在身团，我天！好运的运嘛，好运的运嘛。走运团，可以，啊，就定了对吧？就叫走运团，走运团。好。闪耀吧，大运河，走运团出发！哎，部队到喽！喜逢大运，闪耀山河。本节目由茅台1935冠名播出。你一言我一语，走运团这就成团了。走运团也不光是我们这几个人，这一路还会不断加入新成员，一起走运。这应该是最早的了，因为他的第一铲子、第一锹，才有后面的所有的这些故事。哦，好帅！哇哦！上来以为我穿越。接下来，走运团将会自南向北，顺着大运河沿途拜访12座城市。遍览盛景，遍尝美食，遍访高人。白天四处旅行，感觉欧阳修躲在哪个角落？彼时的他，此时的我们。晚上一起聊天。来。不过这都是后话。闪耀吧大运河第一站，那还得是陆海枢纽，连同内外的港口城市，浙东运河的东端起点宁波。我们得看一眼这个三江口哦，我们看一眼三江口那边文保碑，我们也看一下。好的，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世界遗产标志。其实我是来上课听课的。啥？我竟然有朝一日能给刘擎老师上课，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河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三江口嘛？对，3条江，实际上是2条江汇成了一条，那边是余姚江。那边是奉化江，然后在这儿汇合成甬江，甬江就出海了。所以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就在这里。对。但今年还正好赶上运河申遗10周年，还是我拍个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宁波三江口。它这里边好像有点古今的相互交错，对吧？对，这边是老外滩嘛。啊，我们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到这个庆安会馆去看看？好啊。所以是航海这些人的会馆嘛。170年了。来，请到我家。这是我的豪宅，马家大院。袁老师，我们上去讲一段吧。哎，你们俩加一段，给观众一个福利。2个单口喜剧演员说一段对口相声，人家是相声演员。这个舞台顶做出了我们 DNA 双螺旋的感觉。哦，对。哦，这是运河的全景图大图。一般呢，这边就说是隋唐大运河，哎，这边就是京杭大运河。所以大运河了不起的地方，你看它在这跨越了钱塘江，在这跨越了长江，跨越了淮河，跨越了这个黄河。对，有个学者啊说一个特别好玩的话，他说这南边啊，这是船的世界，大家平时走船，
北边呢是马的世界，对。哎，这条河呢就把船的世界和马的世界连在一块儿。对，所以说当时都说这个在济宁、扬州这几个地方，当时南北交汇嘛，文化各个方面，包括他们饮食方式、语言，对吧？对，就挺有意思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原来看那个好多三言两拍里边那故事，包括《聊斋》的故事，也是这一段发生的就非常多。它主要集中在从宿迁、淮安到山东境内这一边。因为蒲松龄在这上过班儿，对，蒲松龄在高邮这里上过班儿，他家在山东那边嘛，然后他从这里运河到这里来，他对沿岸的轶事他都知道。我还以为那边鬼特别多，有可能啊，这段呢，有可能。那京杭大运河实际上是南北，我们把它当做我们中国南北交流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但这次很重要的是把这个浙东这一段雍带进去了以后，我们的大运河就是向外，对，跟世界连通在一起，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在这一段，我们就这一段，对，我们就这一段。所以现在刚才说是叫京杭雍大运河了，对吧？对，是的，是的。我们能在这吃饭吗？我的天，太走运了！这有一种话事人的感觉。这是过去当地会长的干的。哎，对对对。来。哎呦，汤圆儿，宁波汤圆。宁波的汤圆是不是最有名的呀？对，哎，宁波这边就形容是糯叽叽啊。走运团吃汤团，团团圆圆，团团圆圆。哎呀，宁波汤的，太好了，吃一个。来一个。哎，真的，在香港一到冬天啊，很多甜品店啊，门口都排队排着，就是吃宁波汤圆。哦，在香港一提起宁波，就是想到汤圆，跑不掉。对，我们等一会儿是不是要分一下组，分开一下？因为这里可以看的太多了。马老师，你有什么特想去的吗？宁波帮博物馆，我特想去。还有一组要去天一阁吧？我也想去天一阁。其实我想去这玉瑶江上面。行，那咱们就从这儿开始往北出发，探访12个运河边的城市。白天呢，我们造访古迹，晚上一起开运会。好，走，来。从庆安会馆出发，走运团兵分3路。第一路，探访商业传奇，追忆宁波帮的公共关怀；第2路，体验运河人家，见证古今水利艰辛；第3路，拜望书香门第，瞻仰浙东文人风骨。过去这应该是非常繁忙的码头，是，它这是现在改成那个老百姓那种晚上遛弯跑步的了。对，应该像公园一样的了啊。师傅，您好，这您的船？对，这就是船的牌子，船牌。哦，0827。你们上船吗？那我们上去看看，可以吧？师傅，这次拉的是什么？煤。从哪儿运过来的煤？这是哥伦比亚的。哦，这是哥伦比亚的煤。哥伦比亚的煤，我们在这个镇海运过，装上船。哦。在这运到那个绍兴去。哦，那这个煤，如果哥伦比亚的，就一定是要过巴拿马运河，可能是在。对的，是吧？啊，对。我是在南美的时候，我就在那巴拿马运河就看这个船过闸，看了一天。哎，这是驾驶舱吗？对。哦。哎呀。哎呦我天！慢点。您是哪里人？我是江苏的。船长，你当初是怎么来宁波的？招聘信息嘛，我们看到的吧。招聘。原来你就是在老家那边开？我们以前在老家开船。哦。你们这个要是往上运货运到绍兴的话，得走几天啊？就是今天开船，明天上午差不多到中午。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啊，在这儿。段老师要给我拿一个神秘的。神秘的哟，嚯，古籍，差不多吧。这是您收藏的吗？对。哎呦，这书可有年头了，都被虫吃了。也给你虫吃呀，你不给它吃，它吃素了，你看。对，要给它吃个白菜叶子。对啊，书虫，哎呦，天下路程。就是过去的这个旅行指南书哦，哎，就告诉你到哪儿了，要从哪儿走，哦，有哪些路。我们找这一段哈，我昨天呢专门把它翻出来。哎呦嚯！你看，咱们现在走的就是这个余姚县110里至宁波府。哦。然后呢，宁波府就是从西门进去，然后5里就出东大门，于桃花渡。写船，桃花渡有3江口那边，写船至镇海县，换船，再回去换泊，换那个海船嘛，海船，或直坐香船至南海普陀山，每人送店哪儿？送店主人啊银1钱，银1钱，这是1钱银子。哦，一钱银子，1钱银子就200-300块钱吧，相当于现在。然后呢，吃饭1餐，就是你在船上还可以吃，还管一顿饭。管顿饭。朝香回日，就是你在普陀山上完香回来了，又饭1餐，2顿饭，连船钱往返俱在内。哦，这就是你去一趟回来一趟，然后还有2顿饭，一共1钱银子。很有意思，对，确实有了这个呀，沿途其实也防挨宰了。哎，对，就大概你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你看书上都写了1钱银子，对吧？哎，现在在接您这工作的时候，没有年轻人干这个了，没有了。你像我小孩的，你给他3万他都不干，都不干，太苦。但过去您这个会子承父业吗？您父亲是也是开船的。我爷爷也是开船。那您爷爷岂不是从清末就开始开船？好家伙，在这个柴油机之前是人力吗？对的，人力。大多数情况还要靠人拉的。哦，拉纤的还要。对，拉纤。对。哎，你也懂得嘞。知道一点点。船上你见过那个拉纤的吗？我也拉过的。你还拉过呢？对啊，年轻的时候啊。对啊。在哪一段？就是我们家里啊。那是重体力活那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样子吧。哦，那时候那几个人拉呢？2个呀，一般的只是2个，1个2个。你吃啊，你们吃啊。吃，给您来个虾。来，吃，好，谢谢啊。那就是开着船的话，是不是您得把饭给送过去啊？啊，对吧？他也不能离开那儿。哎，能离啊，他不肯离啊。哦。我吃好了。我也吃饱了，这里可以了。哎呦，坏了！不好意思，我把那盖儿不小心给您冲掉了。这个坏掉了，还是个。哦，我不知道。别介了。哎呀，我一点活没干，还把人垃圾盖儿给人冲下边去了。但垃圾分类很重要。现在水位算低了，是吧？这中等水位。中等水位。水位是每天根据潮水在变化的，对不对？前面马上看到这个姚江那个防洪站。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把那个咸水啊就拦在外面了。对。哦。哎，那个闸就是姚江闸。
哦，那个是过船的，对，这个是防洪的，对。准备进闸了，准备进闸了，好。就是它不同的时间，这个水闸两边的水位高低不一样。对。那现在是应该外面的水位比较高是吗？现在里面高，里面高，里面高了，水排掉，放平，开船。现在是我们3个吗？还是我们4个一起过？6条，6条一起过。这边潮涨起来了，跟那边水位刚好差不多，就直接可以开过去了。对啊，通涨嘛。还有绿灯。哦，嗯。风浪越大，鱼越贵。我们应该可以到那个防洪闸上去看一看。哦，好，再见，再见，再见。水库管理中心。好，我们看一看，到这儿看看。哦，这就是闸了。哦，我们现在是在闸下面。这边果然水就清了。嗯。对，这是上游，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是上游，这个是上游，这是上游，那边下游。哦，大闸建了以后，把那个淡水留住了。您是宁波市水文化研究会。哦，你好，沈继明。哦，你好，沈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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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在摆一个这个展板是吧？对，我们那个展板呢是姚江大闸的建设的展板。哦，就是这儿。宁波这个地方是沿海地区，是典型的沧海变桑田的。嗯，宁波不缺水，但缺一口淡水。所以沿海地区啊，如何治理这个潮汐河，如何能够祖先续代，那是姚江流域老百姓千年梦。嗯。民国时期，1932年。鄞县县长陈宝林就有计划，在合适的位置建一道闸，祖先续代。嗯，但是当时的国情不允许。解放以后呢，人民政府一直在筹划这个事儿。那么到了1958年，连续晴天干旱96天，不下雨，90天没下雨，没下一滴雨。哎呦！当时宁波地委专属领导痛下决心，发动了18000民工，用了10个月的时间把那个大闸修起来。宁波沧海变桑田，借几十代努力与不断，那么才实现了姚江流域老百姓千年梦。我呀，赶紧去找马老师吧。太荣幸了，走，我就跟着你了。好嘞。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宁波帮博物馆，这边请。在国货旗帜下，9·18事变倡导国货。当时宁波帮的先行者告央倡导国货的大旗，积极寻找商机，联手发展实业。当时呢，大量的洋货充斥了国内市场，极大影响了我们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所以宁波商人倡导实业救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3年上海开埠。在当时呢，定海人穆炳元用宁波话中英文编成了一首洋泾浜英文歌谣，在当时广为流传。来叫 come， 去叫 go。哎，这个要用宁波话念哦。这我不会，那您教给我啊。给您呈现一下啊。Let's come, let's go， 一块呀的往多路，乃是东班24，是叫 yes， 莫叫 no。它其实是不讲语法的，只要会讲就可以了。就是那个时候给大家普及英文基本单词的一个歌。哎，是的。我们在那个年代，在香港，在湾仔也是这样学英文。我小时候也是。你也是吗？也是。你在哪里学的英文？就是这种速记高效的这种英文，我们叫来是 come， 去是 go。谢谢你是3块肉。宁波帮开启了中国早期电影制作业，也孕育出了一大批知名的导演跟演员。我们看到这张合影是邵氏3兄弟。最高的这位是影视巨子邵逸夫。邵逸夫在家排行老6，所以人称六叔。你是严老板，他叫六老板。哎呦，我是跟人比不了。因为他那时候年轻嘛，开始跟他兄弟一起搞电影可是被对手来封杀，他就租了一些车，甚至于找人骑脚踏车，拿着那个片流动电影院。后来有人说他的英文名字Run Run Show， 因为走来走去，他们就取笑他嘛。周润发就说为什么他叫 Run Run 跑来跑去，就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经历移动电影院非常聪明的人邵逸夫说自己是跑来跑去的人，永不停歇。他也跑出了一个影视帝国。这个我们就看到了王宽成。王宽成是一位香港侨领，宁波鄞县人。他创办了王宽成教育基金，斥资1亿美元。对，我小时候领过。您还拿过这钱？你看不出来我是个学霸是吧？你看不出来是吧？那什么，这得是很严格了是吧？比如说一学期才评几个？就1个嘛。当时给多少钱忘了，都被我妈拿走。所以不给您花。对。去香港做生意的宁波帮有一个现象蛮有意思的。那个他们发了财做慈善，特别喜欢做教育。所以严老板，你下回去香港到不同的大学看，很多大楼嘛，10栋不夸张的说，有7栋的冠名，是宁波帮商人。包玉刚、王宽成大楼、邵逸夫图书馆什么。我那时候是我上大学那会儿呢，白天呢，在我们工大的逸夫图书馆看书。晚上呢，到中央戏剧学院的逸夫那个礼堂去看戏，你知道，全是他捐的。就是在我学生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都是拜人家所赐，这真的是真的。浙东运河从宁波向西，经过余姚、上虞，串起一连串的沿河市镇，下一站到达绍兴。绍兴是浙江地区最早兴起的中心城市，故老相传，治水的大禹死后就葬在了这里。不过，它的真正崛起还要等到春秋时期，成为了越国的都城。从那时候起，绍兴就背靠会稽山，面朝杭州湾，横托运河，成长成为浙东重镇，江南的水城。所以这就算进了绍兴了。你看这浙东运河还是绍兴段，从萧山已经到绍兴了，对，再往那边就是宁波了，回到运河的起点了。这 logo 世界文化遗产。对，我一般出国玩的时候，就因为时间太紧，我就只打卡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些点儿。它有一规定，就是只要是有这个 logo 的地方，它应该是方圆几米之内要全部监控的。几米就别用方圆了，你这方圆几米？还有一范围，有一范围。
说是当年鲁迅回绍兴就是坐着船回来的，是吗？这个乌木人出名呢，哪里出名呢？就是鲁迅先生小的时候，他到外婆家来读书的时候出名的。以前这条河，这条运河，竞争就是这块的水道，一直到那个都市门出去就是那个外面就是大运河了。哦，手脚并用，划船啊？哎，对，手脚并用的。脚摇乌木船只有绍兴有的，其他地方都没有的了。年纪轻的人已经都不会摇了。您当时学这学了多久啊？小的时候学会很快的，11岁就开始学了嘛。11岁？哎，11岁那个时候没饭吃，没饭吃呢，就是给老爸到哪个地方捕鱼去啊？哦，捕鱼，给人摇橹。您知道乌篷船为啥是黑的吗？为啥呀？我原来以为是因为冬天冷的，为了西晒暖和。我查了一下，有一种说法，是当年越王勾践，他不是就在绍兴吗？然后范蠡给他出主意，说这船晚上想要出去不让人看见，就全涂成黑的。哦，跟夜行人一样。对，从那以后这边的船就全涂成黑的，然后出去把灯点上，你全看见了。穿着白衣服。您住的房子也这样吗？以前还是这样子的。哦，这种太好玩了。跟威尼斯一样，就船停在这儿上岸。这个房子几十年、100年有？差不多有200-300年了。 200-300年。哎，对。不就是清朝时就弄了？哇！这个罩子里是养螃蟹吗？哦，自己养鱼。卖来的鱼养一点，养了到晚上吃，新鲜一点。真方便啊！你瞧瞧，真好。哦，哎呦，这儿有古城的感觉了。真好，真好，真好。这是绍兴古城。写生。您好，您在画什么？画风景。风景。画一棵树。哦，画得真好。真好。您好，您这能钓着多大的鱼？这里边小鱼，钓不了大鱼是吧？你看，他专门就从这儿出来，养养花，然后看看风景，闲情逸致，挺好，真是不错。但这种就很有江南水乡那个生活气息，真是。前面就是谢公桥，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古桥群之一的了。那像这个光香桥，哦，这是个老的桥。我们以前呢捕来的鱼都在这个桥上面卖鱼的，就是这个好像是市场一样的。哦，哇，好大呀！隆庆元的时候建造的，隆庆时期修的。哦。哎呦啊，搁浅了。是因为我太胖了吗？啊，不是，他把这闸门打开。哦哦，这能降啊？这没关系啊，降到位。吓我一跳，我以为我胖过不去，然后我下去，什么综艺效果呢？哦，过得去了。那个，您不是说您卖鱼吗？那卖鱼的话，您怎么招揽生意？怎么吆喝呀？一边摇一边鱼喽。好喽，这样子叫过来的。哦，他一般都是这么吆喝。你学吧。鱼喽，就这样是吧？对对对。不对，那应该是您那音儿还得更高一点。还能更高一点，我还能更好。鱼喽，这回怎么样？还得再高。鱼喽，还得再高。我就这样了。老梁活。哎，捕水到喽！哎，船到喽，鱼喽！好了，谢谢您，船老大。谢谢。哎，不用谢。走走走，八字桥。尾象出头。尾象出头。是尾象啊，这像幽韵，幽韵出头。哦，对不起，对不起。这一定要留下来。
尾向出头。很好。哦，这就是著名的八字桥。我看着一熟人，那鲜黄的衣服在那儿藏，能藏住吗？袁老板，这人跟咱招手。哎，看着您挺眼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呼兰，呼兰，上来呀，你们上来呀！好，你下来呀。您还真是准时准点。八字桥介绍一下吧。我不知道呀，不知道吗？我没来过这里，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俩现在就等着您介绍八字桥。这个叫八字桥。嗯，你看它像个八字啊，确实，它还是个桥，它还是个桥。我们是不是走一下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看这个桥好多路，你看这儿上来行，这儿上来行，那儿上来也行。哦，我明白它为什么叫八字桥了。这一边和这一边叫八字，哎，从那边看也是八字。哦，对，怎么看都是八。哎，真好。八字桥好像以前不叫八字桥，叫巴士桥。巴士桥，对，为啥呢？不知道。上面可以开巴士。哪个巴士？八个进士走过来，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就是这儿出过8个进士？要是绍兴的话，那就少了，对，少，那得说80士，才80，对，不好意思说出去。哎呦，哦，小吃一条街，不是那么回事，对吧？就是船咱不用。您好，哎，外地的游客，是，我们这边好吧？好啊。咦，毛豆，哎，您这毛豆是包完了？今天早晨现摘的，多新鲜！你看。哎呦，这准备烧什么菜？哎，就是炒毛豆，然后炒这个萧山萝卜干，萧山萝卜干的一道名菜。这个可好吃，这个好呀，这个好呀。哎，几位要不要尝尝？等一下，我们能吗？能讨杯水喝吗？我可以啊，我家就是那个水乡茶馆。来，几位坐，哎，到了这边让外地游客就像到家一样。太好了，太好了。您这240年，我等待有缘人是啥意思？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运河边八字桥畔住了247年了。哎呦！所以我从小跟这个运河有缘。那您贵姓？我们是父姓黄，母姓赵，母亲是南宋的这个后代。那您家等于是1790几年就在这儿住？对。您原来工作是在哪里啊？就在绍兴干播音工作。哦，哎。听您声音能听出来这感觉。退休这边摆了5年了。哦，宣传家乡。来了，客人。哎呦！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绍兴的臭豆腐。哎，这是蒸，这也是蒸的，蒸的反而好吃啊。这个是梅干菜，对吧？哎，对，梅干菜，这是绍兴是最好的东西。对。哎，来，您怎么先动筷子呀？哎，没事儿，这不就像一家人一样吗？家的感觉中就餐。你看说的多好。然后我有啥菜就那个。行吧，严老师就不得体了，算了。又说我，每回都赖我。这臭豆腐真好吃，是吧？真好，比油炸的好吃。因为这是我们绍兴的一种植物苋菜的那个卤，然后成臭豆腐，有植物的营养成分在里面。您家是一直都在这个位置吗？一直在哦。我们刚好有问题想问您啊，你说八字桥是不是以前不叫八字桥？对，以前呢这边有个故事，金兵攻打我们宋朝的时候，北方已经打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10年寒窗苦的这些书生们，有一天呢，就是8个人，然后带着盘缠，就要赶到北方去考试。经过这边的时候，风高浪急，当时没有桥，他们就租了一个小船想过去嘛。这个时候风一阵打来嘛，这个船翻了，但是那个盘缠啊、金银啊没了。但是呢，这河水呢没多深，哪儿就掉，就掉这儿了，捞去。得再往上一点，还得往上走。上面您捞。哎。然后呢，旁边住了一个老人，他
说别考了，皇帝都跑了啊，金兵打进来了，怎么可能还会考试呢？哎，他说我们要去，读了10年的书啊，就为了这一刻啊，坚决要走。然后这个老人呢，他说你们要走的话呢，等风平浪静，我一定把这些盘缠啊打捞上来给你们。哦，这一等啊，将近1年也不回来。这个老人呢非常诚信，一直都不肯搬家。哦，看着这个地方。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位壮士，他说你还认识我吗？然后老人家说，哎，我认识啊，啊，你不就是以前那个好像8位一起来的？他说对对对，他说他们呢，他很难受，他说他们7位已经在战场上牺牲了。哦，就剩他一个。就剩下一个，他说盘缠我也不想拿了，你找绍兴的地方官员，在这个地方正好需要一座桥哦，设计造了我们国家的第1座石头造的立交桥。立交桥，哎，它实际上是尊重原有空间的前提下做了这个桥，而且设计非常精巧，把一河两岸连接起来。而且你们要注意看的话，在那个桥脚下。还有那么宽的一个叫纤腹的道，把农村的农产品挑上来，把城里面的手工品带下去，这就是交换，典型的一幅《清明上河图》。所以为了记住他们，啊，历史上也叫巴士桥。哦，巴士桥。那么后来呢，因为我们吴语方言啊，它是这样的，是和字啊，它都读一个音。你比如说我们绍兴话，八字脚，八字，哎，八字脚。8字嘛，也叫八字脚，哎，八字脚就叫八字脚。其实呢，是我们不该忘记这几位为国捐躯的文人。这个是了不起的，而且万年牢。对，真的是万年牢。对。啊，我们以茶当酒，喷一杯，好，对吧？愿外地的游客常来常往，喜欢我们美丽的绍兴。那绝对，绍兴一定会越来越好。绍兴真是好。运河有写不尽的文化，是的，是的。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生活，你就很难急，对，节奏比较慢，在这儿肯定能创作出好段子。来到鲁迅故里啊，对，我一看到这个我就非常感动了，对鲁迅这个形象非常着迷。哎，我们到了纪念馆，就是鲁迅纪念馆，对。哎，要刷脸这样，直接进，不用，你不用对。太帅了，刷不出来。对，就是这个形象。我还写过这个字，那时候是吧？这个是在70年代最有名的一个横眉冷对天夫指。他是把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那个形象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但他还更复杂一点。对，你看横眉冷对，俯首甘为孺子牛。那种温暖感，对，人味在里面。啊，这张经典的照片，留学的照片。这是比较青涩的时代的，但它已经有坚毅的东西了，那个目光里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转专业，对，弃医从文嘛。当时对我心理冲击最大的，他当时不就说嘛，这个治得了人的肉体，治不了人的心灵啊，就这种感觉，我觉得。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萬家默面活蓬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似浩茫連港嶼，於無聲處聽經雷。最后一句话太好。你看，他说异性我是爱的，对，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自的缺点。
生怕辱没了对手。看看啊，鲁迅先生不用怕，你是可以的，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鲁迅的作品里面，他也有一种，有的时候很缓，他又可以有滔天的浪，像运河有的多层次的那种韵味，所以他确实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一个青年思想导师。他自己喜欢版画嘛，对不对？那种里边有性格，但是他的文理里边，他又有一些怎么说很 subtle 的东西，其实是暗藏在里边，它可以流露出来，有的时候甚至某种柔情。但一看就这个人很有性格，非常有性格。其实我们现在经常用伟大，但是真正堪称伟大是非常少的。鲁迅在其中之列。但是为什么他是生活在绍兴这个地方？在南方，有的时候绍兴当中有特别刚烈的一面，特别甚至匪气里面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是跟水有关系，水就是把四面八方不同东西汇集在一起。鲁迅自己也是一个，你看，在南京待过，在广州待过，北京待过，日本也待过的，所以他是一个面向世界的人。水串联起的除了空间，还有时间。春秋后期，越王勾践在绍兴一带开凿了山阴固水道，运兵输水，流通万物，奠定了绍兴以水为邻的城市底色。这么一算，运河在这块地方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刚巧啊，就在2023年，绍兴发现了一处2500年前的越国建筑遗址，其中有何奥秘，走运团必然得去一探究竟。当时这里还是越国的，对，古越国。我们主要是负责做科技方面的嘛，是可以这样走进去的。对，可以走进来。然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区域非常大。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遗址里面最多的就是这些木桩，这就是地基，它用木桩打成的，这样的话防止沉降嘛。我们现在边都还没找到在哪里。这个宫殿，您可以想象这个建筑有多大，这全都是。想想那是古代建筑水平那么低，但是如果是宫殿的话，举一国之力做这么大的建筑啊！对，我们往前走，好，我们先看第一个遗址点。你看这个马保存的非常好，测年的时间呢刚好是勾践那个时期。那是2500年吧，差不多。不晓得啊，现场的考古学家们会不会替他，比方说取个名字啊？我看那些老外的纪录片哈，考古找到一个给他取个名字。Lucy 是他听了歌，听了那个披头士的歌，给他取个名字吧。家辉吧，家辉吧。我们国内都是按编号的，是吧？对，马老师的意思就不让。马老师从现在开始改，不仅你们正规的注册是编号，然后还起名字，然后第一个起的就是家辉，这是你们马家的辉煌。所以这个马是陪葬的吗？当时这个它的性质不是很清楚，因为它出在这个地方，然后您看这两组都是当时古越国时候的地基，这个规模很大，对吧？它跟它是同一时期的。做这个大宫殿的时候，是不是把它拿来祭祀用的？这个就不知道了。也可能是那个爱马，然后生病死了，然后就完整的葬了它。对，所以我们可能要更多的科技工作进去，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啊。然后我们往前走，第二个有趣的是这个，跟他们都是同一时期的一个井。这个井呢，它的特点是它的这个工艺啊，它就跟那个独木舟一样的，它把中间掏空的。平时就是我们会用砖头把它搭起来嘛。对，因为在南方它怕它塌了嘛。这个井现在他们发掘下来大概2.9米深，2个人这么高，对，差不多。你看可能是养马的地方或者怎么样，或者他生病了，然后突然倒下了，给他喝点水啊什么，不知道。各位老师啊，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些木质建筑嘛，然后在这个台面上看到了一些木简，最重要的是上面出现了会稽和这个山阴。哎，运河是不是那时候也是那时候开始建的？对，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浙东运河嘛，它的前身就是山阴和会稽古河道。就我为什么要带2位老师来看这儿？跟马合力。哦，天哪，这么近啊！
天哪！那拍下大哥看，第一次这么接近考古，就是考古就是它代替我们人类穿越年代。天色渐晚，夜幕降临，走运团三三两两汇聚到运河边上的一座院落，美食相伴，回味宁波、绍兴双城之旅。你看，我们这次在大运河相遇，是知己相逢，值得庆贺。这个茅台1935啊，我看是最好的搭配。茅台1935呢，有一种独特的酱香和韵味，这是酒的酱香，也是深厚的文化底蕴。人生八喜，总有茅台1935相伴，酱香浓郁起华宴，此夜难忘，情更深。好，开动，开动！现在该严老师做事了。我也先吃一个，先吃的，饿了吧？今天，大家今天有没有吃的啥特别印象深的东西？我们今天吃臭豆腐，在那个鲁迅故居那儿。那还是咱们吃的好。我们中午我们遇到一个好心人，严老板带我们要了饭了。啊？哎，对，那不用我带，你也会要饭。不是要饭，是讨饭，还不如要饭呢。然后我们还吃了那个就是茴香豆。绍兴一个是茴香豆，一个是那个梅干菜。我们梅干菜中午也吃了。这就是啊。哎，我先来了这个，这太好吃。今天大家有什么有印象深的景点吗？我们先下午去了那个冀中遗址，冀中遗址家，那个啊，这是很震撼。哦，那个是什么？我来模仿那匹马，我们看到一匹马，我躺在地上，因为我们今天替那匹马改了名，叫家辉啊。从此考古学上面有一匹叫家辉的马，就那边。家辉，这要介绍一下这个文教授他那个专长，现在是很厉害的，就通过基因里边的一些信息，他不仅可以辨识它的那个种类，然后他从基因可以推测它的外貌的部分样态吧，至少啊，外在的性状。那比如说性别也可以，对不对？它爆发力，它的毛发的色泽，甚至可能步态都有推测，很厉害的。这么厉害？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了一些工作，你像我们做那个雍山血石遗址，啊，我们就知道当时皇帝祭天用的马，他会优选黑马，因为秦人上黑嘛，他们喜欢黑色，黑色的马又比较雄健。段老师呢，这2天接触起来。我先说说马的事儿，还是马呀？您都没去那边。我说说马吊的事儿。马吊就是麻将的前身纸牌的历史还挺早的，可能唐朝就有了。再后来宋朝、明朝大家都在玩，但是怎么变成现在那种硬牌摆在这里？为什么？我看李老师知道，他就看我说的对不对。哎，他跟我说的对不对？有一个宁波人，叫陈渔门。这个人呢，他手下有很多渔船，然后这些在船上生活的这些渔户啊，他打那个纸牌那老飞，因为水上风浪很大，他灵机一动。就发明了这个硬牌，不会被刮走什么的。然后宁波呢又是个大码头，内河的、外海的航运都很多。这个新玩法就跟着这些人就传到中国各地了。我说的对吗，刘老师？对吗，刘老师？我本来等他说错，然后要求葛兆光老师取消他的博士学位，结果说对了，逐出师门。这么严重吗？这么严重，您少说话了。马老师一直想去看那个麻将博物馆，后来去了吗？我没去，我没去，我们去了。中发白呢，它其实也是跟出海捕鱼的时候的一个好运有关系。中表示船上收成是中等的，白板就是表示空仓而归。发我们就可以想象了，满载而归。对，满载而归。
然后它里面有铜，也是跟钱有关系的，一铜二铜的。铜的话，它可能不是钱币，它是船上装鱼啊、装虾的这个篮子盛具。哦，盛具对。条是缆绳啊、渔网啊。所以它是跟渔业文化有关系。对，跟渔民文化、跟海洋文化。麻将也是中国发明的，对吧？是。但是我们现在水平好像，国家队的战绩好像不太好。因为发明的时候，船上也是有外国人，英国人就已经开始打麻将。麻将有趣在于，不仅是一般我们说老百姓，我们有些人物，我们想象中他应该一天24小时有20个钟头坐在书桌前面读书。我知道你要讲谁了，梁启超。哦。我好喜欢他那句话，曾经我还写在我的成为座右铭，贴在我的桌上。他说：“唯有，麻将让我忘记读书，唯有读书可以让我忘记麻将。”哎，我觉得他是个温暖的人。那另外一个猜到我想说谁吗？说他很迷人、很神秘的胡适吗？哎，打牌。也在留学的时候说。今日打牌，然后一痛改前非，然后下面再写今日打牌，今日打牌，今日打牌，对，就是不读书呀，会生活。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们，这个申遗这个事儿，它的重要性到底是个什么样？因为在我们来看，这就是一旦申遗成功了，我们就愿意来了，但他肯定不是因为这个才申遗。比较高级的宗旨是为了说把被遗忘的。重要的被主流文化现在媒体忽略的东西，呈现给人看，让人类文明可以不要只跟着眼前的这些浮萍走。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就意味着你不但在你自己的文明、你自己的文化里面非常的重要，你也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我另外讲一下我的看法哈，因为我们常说申遗嘛，对，申请嘛，申的主体啊，它是。第一个回看过去，对自己过去有尊严啊，然后申请过程里面还给他尊严。哦，因为尊严我们一般是针对有生命的主体，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杯子的尊严，除非这个杯子承载了有生命的他们的劳作，他们的想象。他们的美学、他们的诗意、他们的故事，所以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像运河，它当然是条河流，但它里边有传说、有故事，有两岸的人，有这种文化名人，有古迹，还有生活方式，还有菜肴，它代表了有生命的这样一个存在，我们才说它是有尊严的。然后呢，申遗成功获得了尊严的一个确认，但同时像马老师刚才讲，保护它。让他这个尊严呢继续持续下去，而且特别重要的是维护他和我们现在的人的这种关系。这个关系其实是把这个沉船继续传下去的一种方式。哎呀，两位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个运河呀，不管它怎么样，四通八达，你总得一站一站的走吧，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呢，可以飞，对，我们有很多技术了。是的，我们走路不是一条线，我们是点对点。我们就是从这个点飞到那个点，我不用路过。对，那中间这条线呢，其实被忽略了。感受变化，这是我为什么骑摩托车周游世界。哎，对，这就是它的这个高明之处。汽车因为有一个铁壳，它虽然是连续的，但是它剥夺了你的对气候的感觉和气味的感觉。只有摩托车这个东西，它把你的所有东西床都还原，只是提高你的速度。这个感觉是非常奇妙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这种线的旅行啊，你能感受到人，对，是的。而点对点的旅行呢，就大大降低了你能感受到的人的数量，然后这个方式也完全改变了。就我看见现在的大运河的时候啊，其实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大运河变得非常的安静。其实过去呢，这上面无数的人啊，大运河实际上是一条人河，
设计它的是人，修建它的是人，维护它的是人，这就不用说了。那大部分河段呢，都需要纤夫把那个船拉着往前走啊。那这里修一道这个堰或者修一道坝，那要把那个船拉上去再拉下来，也是人力啊。那这个闸一段一段的水闸，要人整天在这里看着的。那漕粮需要具体的人把他们一船一船的运到北京去，商人在这里来回穿梭，进京赶考的这些举人们都往北去。所以是无数个人的生命和劳动凝结在这条河上。你刚才说现在太安静，我在想那时候是不是在内陆交通主要依赖运河的时候，它会堵船啊，就像我们今天堵车一样，特别堵，说今天来不了了，我堵船了，会有吗？堵船的消息告诉人家，还得堵3天，对，这都得堵半天。有一个地点，我们本来想要去，结果没去成。就是丈亭。丈亭呢，它在余姚江上啊，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为什么重要呢？那个地方经常是船只候潮的地方，就在那等潮的。丈亭留下很多很多诗歌。后来呢，我们的朋友们看见了都说，哎呀，这个堵船的人为什么可以写诗，而我们这个堵车的人就会。就会着急哈，但我觉得说这个话题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过去这个历史记载中看到，等待是运河上的常态，是的，而且过去的那个运河生活呢，就是慢归慢，堵船写诗的呀，那还是文人，真正在运河上工作的人或者靠运河为生的人，生活是非常辛苦。对。我们是要针对现在是有很多麻烦，但不能说哎呀过去的好时光，过去的好时光你要问一句谁的好时光？对大多数人不是好时光。是的。但现在大多数人都提高了生活，是要想一想精神，想一想来龙去脉，想想文明，想想这些历史的事情。我今天有一个感觉，就是旅游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朝圣。所谓朝圣，就是看了本书，然后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一模一样。今天我们去那个百草园的时候，我很有感慨，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去过一次啊，很小，我去就失望，觉得百草园太小了。但我们今天去，你发现百草园也扩大了一点，然后这就是百草园了。我当时就在想，那得多高的那个墙才有美女蛇？但实际上就是这草垛子。对，我昨天住那个酒店，它有那个小栏板，那个板底下就钻出一猫头，所以猫爬那儿看我，你就瞬间理解他说的对，一下瞬间理解那美女蛇，就得从那底下钻着。孩子当年就是这个视角，就这个视角是最好的。小孩来肯定能感觉到真正的鲁迅小时候的感觉。相当于我自己完成了一次我对14年前的这个回忆的这个重建，那个感觉真的很神奇。刘洋老师讲这个我很有感触。今天下午我在那个大峪陵啊，看见一块碑，这是秦始皇的会稽刻石啊，但是已经不是原件了，原件已经石头早已经没有了。可是现在为什么还有这个碑呢？因为在过去历史上的某一段时间，它有拓片留下来。大家又把这个拓片变成碑，可是拓片本来是有了碑才有拓片，拓片又变成碑，实际上呢，这是一种反复的重生。大运河也是这样。这大运河走着走着，可能这边淤塞了，泥沙多了，那我们又重新挖，或者实在不行了，我们换个路，这一段不好走了，我那边挖一个。站在外部看，那还是大运河，其实它内部已经反复的重生，就像人的这个细胞一样。这中间既有对过去的召唤和复活，更有当时的创新。其实我们看到的历史也是这样。刘公子啊，你去到百草园失望这个事情有2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那个鲁迅写得太好了，太聪明了啊，对。第二个是你太老实了，你居然相信鲁迅。居然相信文人，你怎么能相信作家呢？就是啊，说得对。他弟弟周作人嘛，给他拆台嘛，
写了很多文章。哎呀，鲁迅说什么百草园有多好多好，我告诉诸位读者，这是一个小花园而已。鲁迅说到那个情况多么漂亮、浪漫、动人、温馨，其实啊，当时乱七八糟啊什么的。所以呢，他的弟弟啊是有资格说这个事啊。所以恭喜你那个太老实了。所以是2个错误了，当然也还是要怪他了，写得太好了。但是还有一个百草园是你心中的百草园，那个也是一个东西。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跟这个段老师在运河上做那个运煤的那个船，反正改变了我很多原来我想象当中那个水上跑运输的看法。你看运河这个东西，这条水一直在这儿，水没有变，但这个水上发生的事儿其实一直在变，好有诗意。所以我这更让我感觉到。可能这个运河这个东西，它是真的一个活的，就是通向过去，也看向未来一个东西。我就觉得你说运河吧，它到底在运什么？货物，人流，然后就让文化、让人、让生活方式、让菜肴都流动起来。是的，还有书，不仅有我们把书输出到这个韩国、日本，还有他们的书进来。在天一阁里就有韩国的书，就有这个就有日本的书。宁波天一阁那可是大名鼎鼎了，中国现存的私家藏书楼里面啊，要数它的历史最为悠久了。其实啊，书也是运河上流动的一项重要物资。明州与高丽交往史列。当年作为港口城市，已经开始对外交往了。崔朴的画像。他写了一个漂海路，就他遇到了海难，然后呢漂到了临海县，然后还在明朝政府的安排下到了北京，然后去了好多地方，在当时算一次大的历险了。我们去重点看一块元代的碑。好，一见海盗都漕运，万户府记。江南初平，江南刚刚平定的时候，漕运是什么样的？这儿能依稀看到啊，漕运。所以就是让内陆所有的东西开始流通，而且跟外部有一个接口。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京杭甬呢？对，这个甬扮演的角色是就对外了。对，京杭就是一个内陆。对，所以我们宁波市在元代的时候，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对。几位老师，我们这边请。在天一阁呢，其实也是有一个流传的故事，就是说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位女子叫钱秀云，她当时呢是特别喜欢看书，为了看书然后嫁进来是吧？打入到敌方内部。真的吗？对，但是她嫁进来以后才知道说范家有很多严格的族规，其中有一条叫女子不得登楼，对，所以我这样的是不能登楼看书的。在那时候，对。她当时所以是抑郁而终，据说是。所以我其实是。一直觉得这个有2个故事，我觉得是需要吐槽的，对吧？一个就是这个典故啊，对，这个对女性还是不太友好，是吧？太不友好，不是不太友好。第2个就是你如果不是这个姓的，你是没有资格看书的，对吧？然后黄宗羲很厉害嘛，然后为了他就开放了，这个就是从这2件事情，我就觉得我们以前的这个旧有的东西还是需要改变的。对。所以也有人说，就是黄宗羲登上天一阁的那一年，就是1673年，是天一阁历史上最光明的一天。对，其实黄宗羲的人生啊，很多时候也是围绕运河展开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跟着他爸爸在北京做官，然后后来呢，他晚年又在舟山群岛的岛上，他的传记里写啊，说古松流水，不算簌簌。一棵古老的松树，然后旁边小岛的山泉水，他在这里做数学题。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天文历法受到西洋历法的冲击，他一方面呢要学习外面的这个历法，同时呢也想做出中国自己的历法。这个呢首先就靠数学结果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宝贵的遗产。所以终于人家天一阁向他开放了。我说黄宗羲啊，代表做学问的，简单来说，中国书生的理想的典型。比方说报复仇，对吧？我们知道黄宗羲，对吧？拿着刀子去报复仇啊，很有侠气，对吧？最后那个叫他当官，叫了几次，他也不去。
不是王侯。来，我教你粤语。来，怎么说？不是皇后，不是皇后，岂止令之风节，岂止令之风节。哎，比我的普通话好。好的，这也不像夸我。你来教我普通话来。照抄著述，照抄著述，同于喜之传闻，同于喜之传闻，这是他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子宁与喜嘛，都拒绝当官了嘛，所以等于是说他这辈子啊，不管是反清啊，他还真的带军反清哦，也不管是那个著书哈，民夷待访录啦、民儒学案啊等等啊，在他心中到了最后，其实最希望别人对他的肯定，就是高风亮节。然后有学问更别说了，天文地理、推算、风水什么都懂。所以说，至少我个人看来就是，哎，这不是好多都是我想做不到的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所以我就想知道，哎，这个运河它为什么沿着运河会造就一些很有趣的人？就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在鲁迅故居，对于鲁迅的整个的看下来啊，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开始对他的这种印象可能过于刻板了。我们从他的文字里面，就马老师说，感觉他非常有人味嘛，对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些很温暖的东西。这个鲁迅的书里面呢，我最喜欢的一本叫《故事新编》。故事新编里头呢，有一篇叫《离水》，讲的就是大禹治水的故事。今天我在大禹陵啊，就在想，鲁迅就是绍兴人，大禹陵就在旁边。他在写这篇的时候，脑子里一定有这个大禹陵的影子在。其实背后可能想的也是浙东地区这些人啊，其实几千年来一直在和水做斗争，这个历史在里面。所以我第一天去了2个重要的遗迹啊，一个就是这个婆山堰。实际上它这个堰啊，是一个阻挡咸水许淡水。我们看到它大块的这种石条啊，那几千块石条，你想这个很重啊，因为它要能压得住水。但是当时这个县令啊，当时是自下而上，他不是说上面的政府有组织的，而是他当时组织老百姓在这里修了。然后里面同时呢还有10个驿室。因为当时建托山堰的时候，它因为地势原因嘛，石块放下去，然后水一冲就冲走了，然后后来就10个驿室就捐躯在这个堰底。还是有这种意识，他要舍身成人，舍身成人。对，所以就让人很感动，所以就导致到现在这个地方他们都还保留传统啊，一到了固定的时间就会去祭奠他。对，而且最重要的，你们知道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吗？干嘛了？我当时把那种巨型的石条啊，我在那里好好的摸了一下。吴老师说这个呀，刚好让我想起咱俩去的那个姚江大闸，一个古代的，一个现代的，但是它们功能其实都一样。对于浙东这一块啊，就是文老师说的2大主题：储蓄淡水，怎么样把淡水给存起来，需要用的时候有淡水可以用；怎么样把那个海水阻挡在外面，这是这个宁波那边的永恒主题。婆山堰呢，它是修了一个堰，它挡在那边了。然后这个余姚江上面呢，在1958年修了一座大闸，这个闸和婆山堰异曲同工，为啥呢？因为这也是自下而上的。当时的地级政府是弄的吗？对，就是宁波市。宁波地级市。就是宁波市，就是人民老百姓自己集结起来，来组织起来来做这种工程。对，然后造福于这个社区，这种是很珍贵的，就是所谓民间社会的这种力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很不容易，而且还是在咱们国家经济建设比较困难的时期，比较困难，就全靠人力啊。都说治水，谁治水啊？就是这些无数的这些百姓在治水啊。所以我到这儿呢，对这个宁波呀、浙江啊这边这个人民还是非常佩服的感觉。那个大闸和三江口中间有宁波大剧院。我之前来宁波都是在那说相声，
我真不知道，我一手踩着对外开放的这个脚，一个开着人民治水的这个宏伟工程，意义是非常大。直到今天才明白。对对对，当时也肯定没注意到姚江大闸下面就是黄水。我们在驼山堰看到它风景很优美嘛，然后这边的水就是清的，这边的水就是浑的。所以你看，隔了1000多年，问题是一样的，问题是一样的，甚至连解决的思路都有相似之处。相信人民群众。啊！哎呀，非常准时，刚好我要走了，我要上课教书，礼拜2，你们努力了。哎，那就就着您说这个，假如这个条石有一个魔力，您一触摸当时的这个条石和历史文物，你就可以穿越回去，带一个今天当下的东西，到古代那时候运河那个船上，您想带一什么？我的父亲特别会钓鱼，然后我特别不会钓鱼，所以我在想，我想带一个现代的渔具回去。渔具，然后我在那里钓鱼，然后这个感觉还挺好的。你看啊，这个好。您带什么回去？我想带种子。就是带一些粮食啊、食物啊。怕自己饿死吗？我突然觉得我是只想到自己享受了，段老师是想解决国家粮食重大问题，心系国计民生。他也是进京面圣，皇上恩赐，也是为自己。您把这不要相信历史学家。历史学家也不信誉也破产了。有请老师带。我就带一电脑，然后里边把现在各个地方的地方戏、流行音乐表演、杂耍、脱口秀都放里边，到一个地方给他们展示。您得有电呐。太阳能这一套。太阳能。对。哎呦，那行，那您可高了。那就是天下艺人奉我为师宗了，宗师了。对对对，行，可以，这样的。我带一马达，租给刘青老师。不，安在那船上就行了。就是大家都在那儿慢慢划的时候，就看旁边有一船，进京面圣了。这家伙，到时候真的，那长安想吃荔枝太容易了。这个想法，我直接马达哒就到了。您有马达，您就觉得荔枝回来就坏不了了，你早坏了。我跟你说，坏。要是我带啊，就不如带咱们这个毛。把咱们这个好自然啊，琼浆玉液带回那个时代啊！这开玩笑，要是我呀，我会带一个相机，带几个胶卷，记录下来。想一下，宋朝出现这条船，一条船上面有电脑、红薯，对，钓鱼竿，还有照相马达、照相机，还有一瓶茅台195。就靠人马达，你还怎么着？还有5个奇怪的人。哎呀，太好了！这顿饭吃得很长。然后我觉得夜色已深，和我们的情谊一样深，但这只是开始。好，哎呀，好。开始了啊，汽车电影院，我们这是一个船电影院，鲁镇有戏，看戏。这个戏种我还不太知道，我也不知道他这会演啥戏。它跟越剧有点像吗？越剧其实就是绍兴的，是吗？上海是过来的，是。来了。只要我咋啦两不到，把侬讨到就近了。哎呀，真是不啊！人家东西倒是不要紧的，可光兵我是一定要问的。不过问的只行的好了。
搿侬哪个送我去呢？生，不是生去，蛋，啊不是蛋去，早清，啊不是早清去。总是车子到一场上，月亮婆婆吉祥好，送来一根手把吊，东上西上的上不牢，上大我墙壁。就你看美国人特别喜欢去汽车电影院，但我觉得没有中国这个社戏这种传的这种浪漫来，有水，而且似乎锋利，但似乎跟别的船又有交流。车它的引擎声是轰鸣很大的，很热闹的来，但是它那个东西有时候是很舒缓的。咱们呢，船是很静的来，但是我们的艺术形式有时候又是很激昂的，这种反差感就是很强，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大家好，我是运河精灵李李。未来的10周时间，我将和你同闪耀把大运河一道，沿着世界遗产中国大运河一路向北，走运之旅的下一站，坐标人间天堂，杭州。欢迎来到杭州。哎呀，我们的新朋友来了。哟，你们好。那我们就选择不同的路线盲盒，去不同的地方。杭州有很多这种流传甚广的爱情故事。交通的便利就会导致爱情越来越好。你们好，今天是在拍婚纱照哈。我们能一起拍吗？这也拍。它其实是一个焦点，联合了京杭这一段和浙东那一段。哇，好酷哦！这小雨还得了青船呢。哦，美好美好。奶奶第101个徒弟。杭州参观已经结束了，让咱们开始开运会吧。杭州这个城的发展跟运河的关系大了，那可大了。直到秦朝的时候，杭州还在海里呢。天哪，我这个知识不知道，您以前知道？我以前我就在海里游，对对对，为什么杭州格外清秀，人愿意漂亮？我觉得是跟水的那个感觉有关。你想，就是我要活下去，我要努力 ，passion。哎呦嚯，这你也看？凌晨的4点钟，我在西湖的桥上自己跳了一段舞蹈。